大家早上好，现在是在马蹄寺看窗外的风景，哇，好美啊！祁连山上下雪了。空气超级好，我感觉我又要多活好几岁，哈哈哈！你看看哪家现在能吃饭了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 Hello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鸟。今天是青甘环线的第21天，我此时此刻在马蹄寺。为了享受无人的风景，我又起了一个大早，先去吃早饭。早上喝一杯热的酥油奶茶，然后等着吃面。实际上看这边的山上就都是，现在就能看到很多洞窟。看，这是蓝马鸡，这边还挺多的，也不怕人，满山遍野的溜达。马蹄寺景区其实面积挺大的，主要包含了33重天石窟、千佛洞、格萨尔王殿、上中下观音洞以及金塔寺石窟。我去的时候，上中下观音洞是关闭状态，然后金塔寺石窟是在关闭了6年之后，今年重新开放的，限制人数，我忘了是25个人还是50个人了，反正票要提前预约，临时是肯定买不到的。更多的信息我放到下期金塔寺石窟一起说。哇，他们是怎么建的呀？这个堪比悬空寺，太神奇了。补这个比悬空寺还难，感觉。中间的步道，我从网上看是特别的窄，所以背包就不要想了。然后大的相机最好也不要带，需要手脚并用。我听到有喇嘛在做早课，哎。又看到了大胖走地鸡，好多呀，可真漂亮。33重天石窟开凿于16国北凉时期，距今差不多1600年了。当时的人们是走这个路上去的，太吓人了。内部通道相当狭小，所以胖子不友好，也不建议背大包。其实我觉得这儿还凑合，在千佛洞，就是里边去药王殿的那个位置，直上直下，要臂力好一点才能撑上去。这种露天的就损毁的比较严重，上面全是别人刻的字。马蹄寺大部分的石窟和壁画都破坏的比较严重，很多都是后来重修的，但是这个重修不是作为文物重新修复，而是它作为宗教的功能一直延续。这里已经是比较平缓的楼梯了，上面超级陡，手脚并用，基本上就是这种钻洞，各种钻洞。五胡16国时期的造像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们有着明显的犍陀罗风格。啥是犍陀罗呢？简单说就是在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带有古希腊风格的佛像，说人话就是五官长得像西方人，立体感比较强。典型代表就是阿富汗被炸了的巴米扬大佛，以及中国的4大石窟其实都有这样类型的造像。从33天石窟下来之后，我就先开车去金塔寺了，因为金塔寺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每天就那一个固定的点儿。
另外，它是在祁连山的深处，距离33天这里大概有20多公里的山路。等到回来再去千佛洞，然后从千佛洞就直接离开马蹄寺了。刚出发没多久，就会看到格萨尔王洞。从这看，那边是33天，这边格萨尔王，然后中间还有密密麻麻的，全都是石窟。金塔寺我是单独做了一期，然后从金塔寺出来之后，我就来到了千佛洞。其实，在千佛洞旁边还有3个特窟，这3个特窟都是独立收费的。由于买到了金塔寺的票，而且时间不够了，所以我就没买这3个特窟的票。这里和33天的情况差不多，通道很窄小，破坏相对比较严重，依然在作为宗教场所使用。另外就是我视频里拍摄的路都是相对比较好走的，难走的没法拍，因为我也没有第3只手用来拿相机，真的需要手脚并用往上爬。下期更新金塔寺石窟，一路上风景真的不赖。当晚我就离开了马蹄寺，前往了本次旅行的最后一站门源。还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开心，就是在我即将离开马蹄寺的时候，有一次特别的偶遇，想知道是谁吗？敬请期待下期吧，拜拜。